2025年8月15日，全球瞩目的美俄元首峰会随着董王的莞尔一笑落下帷幕。这是普京在2015年出席联合国大会10年后首次踏上美国领土，也是2019年 G20 大阪峰会后，川普首次与自己的政界 CP 线下面基。全世界都在关注这场决定乌克兰命运的会谈，但乌克兰连在门外等待的资格都没有。随后，欧洲自卫联盟就美俄阿拉斯加会谈发表联合声明，马克龙呼吁加大制裁俄罗斯，直到实现稳固持久的和平。一片混乱中，穿好西装的泽连斯基18号再赴营宫会见特朗普。此时，俄军11万重兵正三面猛攻红军城，乌东堡垒防线岌岌可危。大家好，我是爱上贵州烙锅的星辰。最近川华可谓频繁出手，经济上对着日韩欧盟要投资要加税，还闹出日本发现美国关税公告与协议不符，不是只收15%，而是现有关税再加15%，要求美方改正的乌龙。什么生于之地600里，我明明说的是6里呀！张仪直呼内行。外交上继印巴劝架后，7月董王又调停了泰国柬埔寨的边境纠纷。8月初还把世仇阿塞拜疆和亚美利亚总统请到白宫签署和平协议。最重磅的当属刚结束的与普京会晤。要我说啊，今年诺贝尔和平奖不给川老师，那绝对是黑幕。现在问题来了，这次美俄到底谈了点啥？小泽二进白宫能否力挽狂澜？另外，刚喜提15%关税，加对美投资6000亿，再加买美国7500亿军火能源的欧公子，能撑得住乌克兰吗？还在华拉视频的观众准备开饭。先铺垫一下基础信息啊，从7月底给普京下最后通牒，到突然宣布与普京会晤，再到峰会正式举办，全程不过10多天。为啥董王突然180度转变，同意会晤呢？答：因为翻译乌龙。对，你没听错啊！据华盛顿邮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普京要求是乌克兰彻底撤出控制的剩余1/3顿涅茨克，然后南部的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双方以战线为准，就地停火。但是著名地产商人董王的高尔夫球友，被亲封为不泄密基辛格的美国中东特使维特科夫，在莫斯科把话听差了。他理解成普京愿意撤出扎波罗热和赫尔松来换整个顿涅茨克，并当成重大外交拐点，果断上报董王，这才有了双普会。是不是觉得很离谱？但结合董王此前挂嘴边的领土交换，加上特使大人跟欧洲领导人3次通话中传达了3个不同的俄乌停火方案，以及会谈后英国金融时报关于普京的报道，都印证了这一点。对了啊，外交史上还真有过这先例，明万历的第1次中日停战也是因为翻译官两头骗，这一下真就大明正统在华盛顿了。而就在川普与普京会谈前，正在欧洲访问的小泽明确表态，绝不接受俄罗斯提出的放弃顿巴斯换取停火的条件。欧盟一众领导人纷纷赞同。哎呀，小泽子精神点，别丢份儿啊！没想到就是董王根本不买账，直接怼了回去。紧接着，老对手希拉里也出来拱火，我指密西西比河为师，特朗普要是能完美调停俄乌，我亲自提名他获和平奖。看得出来，董王想拿诺贝尔和平奖的心是星辰看硬币，路人皆知啊。好消息是这些小插曲并没有影响董子京子的友谊。东道主川皇不仅亲自到机场接机，还主动拉住普京的手。两位正球级领导历史性会面一走起来，可谓是气宇轩昂啊。两边 F-22 列队欢迎，加上空军1号当背景板，红毯走到一半， B-2领着 F-35编队空中精准飞过。怎么说呢？川总不愧拍过电视广告的美利坚第一面子王，高规格礼遇中又带着威慑，这排场比小泽访问白宫隆重的不是一点半点啊！来者不善呐，你才是来者。
更不同寻常的是，两位总统还一起坐进懂王的迎宾座驾离开机场。小提一嘴啊，上个跟美国总统坐同辆专车其乐融融的，好像还得追溯到戴维营开车带尼克松飙车的勋总了。唯一的小插曲是阿拉斯加空军基地欢迎会场指示牌被人涂鸦了，骂的还是 fuck Trump。 一堆安保搁那清理了半天，发现川宝和普京都快到了，还是弄不掉，最后只能盖了块床单遮住。愤怒的民众在墙上涂上 fuck 特朗普，这就是成语奋发图强的来源。弹幕里的刘亦菲可能要问了，既然气氛这么好，那这俩谈的怎么样呢？原计划先总统1对1，然后再5v5会谈，计划要聊6至7小时，约等于网恋奔现前把房卡准备好了。实际上直接3对3，还只聊2小时45分钟，相当于一起看个电影就各找各妈了。这时间估计就够大家自我介绍，然后各自念一遍条件啊，结束了，甚至饭都没留下吃一口。约好的双方代表团午餐会也取消了。但是你不得不佩服京子的话聊。会后的新闻发布会，普京先发话，感谢特朗普的邀请，双方进行了建设性会谈。俄罗斯真诚的希望结束冲突。如果2022年特朗普担任总统，就不会发生战争。潜台词就是美国民主党才是俄乌冲突的始作俑者。最后，普京还警告乌克兰和欧洲不要试图破坏会谈。你别管谈没谈成，你就说给川宝的情绪价值够不够吧？有道是虚心使人进步，马屁让人舒服。被哄得心花怒放的董王笑得像个80岁的小孩子。双方取得了巨大进展，很多问题达成了一致，遗留问题很少。此刻的川普心里肯定感觉自己是这样的。更抽象的是，请看上面这幅图，灯光将两人的影子投射到背景板上，如胶似漆。没这么巧吧？你以为这就完了？普京离开阿拉斯加，董王也是一路送到机场，还有 F-35伴飞护航，甚至会后白宫还专门发布了会谈混剪视频，由董王亲自配音。不是，咱这节目怎么整成恋综了呀？但说到实质成果嘛，你说谈得好吧，虽然双方都渲染会谈非常成功，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我原本以为会有个乌克兰冲突需要尽快结束的历史性会晤决议，没想到连这句废话都没有。最有用的估计是普京邀请川普下次去莫斯科会谈。但你说谈得不好吧，特朗普拿到了最想要的面子和赢血。我能约到普京，此为1胜；普京能答应来，此为2胜；普京来了，此为3胜；我有3胜，拜登没有，此为4胜；我有4胜，此为5胜。可以继续大赢特赢去拿诺贝尔奖，而普京也稳住了特朗普发疯继续制裁俄罗斯的可能，妥妥的双赢啊！一句话总结，你以为是会谈，实际更像约会，还是公费追星那种啊？其实会谈结果属于意料之中。相信双普会后会立刻产生重大转机的人非常幼稚啊！因为俄罗斯不会放弃已经推到红军城下的优势，泽连斯基不能也不敢接受丧权辱国的割地。仗打到这个地步，谁怂战后都得被清算。所以和谈只是特朗普表演领袖艺术的一厢情愿，但普京卖这个面子也确保了双方虽然尿不到一个壶里，但至少承诺不尿对方一脸。既然会谈本身只是一场毫无结果的秀，那会后各国的反应也就至关重要了。首先是董王，会后立刻接受了铁杆福克斯新闻半小时的专访，可能是刚跟偶像面基，心情还没平复。被问到如何评价会谈时，董王原话是非常成功，简直是满分。这感觉就跟我上周提前看到些不少好玩意，但又没法跟粉丝分享，只能发动态打哑谜差不多啊。随后董王表示，我和普京总统一直关系很好，我们本可以一起成就一番伟业。俄罗斯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朕已经跟普京谈完了，他是真心希望和平的，现在距达成协议相当接近，但这最终取决于乌克兰。朕给小泽的建议是达成协议，欧洲也必须参与承担更多责任。如果他们安排好了下次会谈，朕也会去的。有一说一，这次最受伤的反而是三个双普会前美国财长贝森特发话，要是美国和俄罗斯会谈不成功，就联合欧盟加倍制裁印度。谁让你购买俄国石油的？然后会谈倒是成了，这边普京川普哥俩好，但那边还在照常制裁印度。而当主持人问东大才是俄油主要买家时，贝森特立马打起了太极。
and we've put secondary tariffs on the Indians for buying Russian oil. And I could see if things don't go well, then sanctions or secondary tariffs could go up. What about China? They're the main purchasers of Russian crude. Again, I'm not going to get ahead of the president, but the president is the best at creating leverage for himself, and he will make it clear to President Putin that 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 估计听到这话，隔壁刚被加了50%关税的莫迪大兄弟得跳着来一句：“为我花生啊！”可能有人会好奇，半小时专访才说了这点东西呢？因为董王老毛病犯了，基本记者花10秒提问，然后董王先吹5分钟美国在他治下多牛逼啊，再花10秒回答，剩下时间痛骂民主党、骂拜登，以及分享他和普京一起骂2020年大选舞弊和他被诬陷通俄的事儿。访谈笑传之川菜拜。虽然双普会这边是一场见面两人微笑3个小时四方瞩目，但话分两头，欧洲那边可是五内俱焚，6国集合，7方会谈，8场交际。我们还没上桌呢，你美国怎么就跟俄罗斯吃上了？于是，在川普跟欧洲领导人打完电话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法国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还有英国首相斯塔默等诸多英豪立即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声明写道：今早特朗普总统向我们和泽连斯基汇报了在阿拉斯加与普京的会晤情况，我们欢迎特朗普总统为实现公平持久和平做出的努力。另外，我们准备与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合作，在欧洲支持下举行3边峰会，意思是这么大事儿不能你美俄两国谈完就定啊。紧接着就是放狠话，乌克兰必须有钢铁般的安全保障来坚决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为此，欧洲自愿联盟准备好发挥积极作用。俄罗斯无权否决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不能限制乌克兰军队和第三方合作。一连串看下来欧洲这口气属于臣等正欲死战，美爹何故先降，干，一定要跟老毛子干到底。最后还宣布，特朗普邀请泽连斯基18号再次访问白宫。此处我有一联，上联迎普京大排场，川普遥指和平奖，下联领小泽入白宫，欧洲上桌终落空。一刻也没有为双普会的举办而哀悼，立马来到战场的是再进白宫的小泽。为了避免出现上次那种忘穿西装说谢谢的情况，这次欧洲派出了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德国总理默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还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北约秘书长吕特，以及董王最信赖的高尔夫球友芬兰总统斯图布，旗舰合璧组团护送小泽2探白宫。忽悠，接着忽悠，组团忽悠我来了。这么大阵仗在人类历史上都称得上前所未有了。18号泽连斯基正式抵达白宫，时隔半年，同样的位置，同样的构图，饱经100多天人情世故历练的小泽这次相当进步，不仅穿好了西装，开场不到1分钟连说8次谢谢，展现了超强求生欲。 Thank you so much, Mr. President. If I can, first of all, thank you for invitation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efforts, personal efforts to stop killings and stop this war. Thank you. And using this opportunity, many thanks to your wife, First Lad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nks to our partners and that you supported this format that after our meeting we can have leaders who are around us, UK, France, Germany, Italy, Finland, EU, NATO, I mean all partners around Ukraine supporting us. Thanks them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invitation. 双方会谈的首要议题自然是和平。此前川普一直坚持先停火再和平，甚至威胁称普京不停火，俄罗斯将面临严重后果。但这次居然180度转弯，在找到更持久的解决方案之前，结束乌克兰冲突不需要事先停火，可以边打边谈成和平协议。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表示下一步要先停火，而泽连斯基则明显保持沉默。不是，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不停火怎么和平啊？不一致的还不止这一个。关于会谈内容，事后参会各方居然五花八门，甚至互相冲突。既然没法停火，那再聊乌克兰的安全保障。
在会谈后接受采访时，马克龙表示，美国对乌克兰承诺安全保障是会谈最重要的成果。乌克兰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以便抵御任何袭击。但川普的原话是，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欧洲要承担大部分，美国也将参与，但只发挥协调作用。同时重申，安全保障必须在北约框架之外另行设计。还有领土问题，特朗普表示，我们需要讨论可能的领土交换，同时考虑到乌克兰和俄罗斯目前的接触线。随后泽连斯基向他展示了一张乌克兰地图，强调俄罗斯在过去1000天里只占领不到1%乌克兰领土。另一边的欧洲领导人则坚持乌克兰不能割地。不是，你们到底谁是做主的呀？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则表示，你们聊的我也不懂，我去跟特朗普夫人坐一桌聊被绑架的儿童。更抽象的是，原本7个欧洲领导人带着小则，就是让美国战队支持乌克兰，不能让董王被普京的魅魔攻势击倒。嘿，您猜怎么着？当被记者询问董王想对被俄罗斯欺压的乌克兰人民说点啥时，川普直接化身不粘锅。I love the Ukrainian people, but I love all people. I love the Russian people. I love them all. I want to get the war stopped.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啊，此前马克龙表示他不相信普京希望和平，而多方会谈开始，由于麦克风没关，记者录下了一段音频，内容是特朗普小声告诉小马哥，我认为他想达成协议，我认为他想为我达成协议，你明白吗？ I think he wants to make a deal for me. You understand that? As crazy as it sounds. 最逗的是啊，特朗普和欧洲领导人们谈了一半，自行决定终止，去和普京打电话去了。一边在所谓的谈判，另一边战场仍在推进，连战场停火都做不到，还谈什么和平协议呢？整场下来，唯一达成的共识，峰会结束后，董王宣布开始安排普京与泽连斯基双边会谈，接下来还会有美俄乌3方会谈。这下忙前忙后的欧洲又成了配角，而最大赢家还是董王。接着2场会谈，董王没有放过任何机会表现政绩，为自己中期选举拉票的机会。这也是为何董王如此着急，又是跟普京会谈，又是答应见泽连斯基，目的就是让大家看起来和平解决俄乌问题正在向前推进。在18号会谈后，川普还不忘宣布签署行政令，废除邮寄选票。你品，你细品。其实啊，他根本不关心俄乌能不能停火，停了军火卖给谁呢？因为这次会谈，双方还讨论了乌克兰就通过欧洲资金购买美国武器来获得美国安全保障协议，买的也不多，900亿美元。川普还放话，美国当前对乌克兰的支持已不再是赠送武器，而是出售武器。一顿饱和顿顿饱哪个好，想必大家都分得清。自2022年俄乌开战以来，双方会谈或第三国组织的谈判大大小小超10次，最终均以失败告终。这次阿拉斯加的普特会和白宫的普泽会其实结果也差不多。开战容易，停战难，战争导火索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埋下。既有苏联时期的领土划分，再叠加上苏联解体后的混乱分割，以及后续发展中的陈年旧账，已经成为积攒数十年的疑难杂症。复杂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不可能仅仅一场谈判就能万事大吉。此外，这是一场打下去对各大国都好的战争。乌克兰作为牺牲品被撕碎，一旁的欧洲能源涨价，产业衰退，国际影响力再次下降。但如若不能彻底遏制俄罗斯，萦绕在他们心头的恐俄症将一直存在。而本就半死不活的俄罗斯，面临欧洲制裁、反俄导致的经济恶化以及国内鹰派施压，也不在乎继续孤注一掷，继续换土地。至于美国呢，川黄借着战争不仅能卖军火，从中协调还能长民心，最后欧洲打烂，工业回流，大计不也成了吗？何况核心矛盾谁也不能让步，所以除非打到俄乌双方都打不动，否则丝毫没有停止战争的理由。这场连环大戏会如何发展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